Hello，各位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会陆续的分享基本面分析，尤其是会注重在财务报表的分析。我会用我这个 KLSC 财务分析报表里面的这些分析，来慢慢的介绍，来慢慢的跟大家讲解如何去分析这些报表。每个视频呢，我估计呢应该4到3到5分钟，只是会讲一个小小的单元，然后慢慢的把整个报表讲完它。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就帮我去 share， 帮我去 like， 加入我的频道。而这些呢，也是我其他的网站的一些 page， 比如说 Facebook、Telegram 跟这个 blogger。你也是可以去加入里面的，然后一起交流。如果你要赞助我的话呢，也可以用大选购 eWallet， 按下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请我喝咖啡。首先呢，我会用银阿利这只股呢来做一些分析跟讲解。这个是在最后上个 quarter 30号。9月30号2022年的一个财务quarterly report， 而这个报表的日期呢，大概是在28号12月。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这些里面的数据呢，都是历史的数据，都是从网上拉下来的，你自己呢才是要自己去做功课的。在我的这个财务报表里面呢，有一个叫做Financial Health Check 呀，这些很多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呢留到最后的时候才讲呀，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总结来的。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 Financial Ratio Analysis。第一个呢，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ROE， 就是 Return of Equity。跟这个 free cash flow，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报表呢是5年的呀，2018年到2022年，而且这边最后呢是 last 4 quarter rolling 的，就是最新的4个 quarter 的这个数据。这边28号就是当这个报告准备的日期。而我是用这个 last quarter report， 就说它最后的9月30号的这个 quarter report 的 result 来做一些分析的。这些数据呢都是从网上找下来的，所以有时候功课呢还是要自己做，自己要去验证。大多数的报表呢，你都会看到非常类似的这个 format 呀，所以我以后呢我就不会重复。首先 ROE。就是资本回酬率，就是说，如果我的本钱是100块，我可以用100块赚回多少钱？主要呢就是看管理层的赚钱的能力。Free cash flow 呢，就是我赚了钱之后，我收到的钱，再把它去投资，或者是说把它还其他的债务之后呢，我才会剩下多少钱。就是我真正在手上有的钱，这2个指标我是认为是最重要的，而我呢也本身呢也是会用这2个指标来做一些 filtering， 然后呢再去做一些深入的分析。Free cash flow 就是我剩下的钱在手上 ，ROE 就是我赚钱的能力。因为赚钱的能力呢，并不代表你收到的钱，所以一定要看这个 free cash flow， 就是自由现金流。剩下的钱才是我的钱，而你可以看到呢，这边呢大概都是我们要是看5年的哈，所以看我是看5年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每一年它的 ROE 是多少，这个 free cash flow 呢也是每一年它剩下的钱是多少，然后呢这边右手边呢有个叫 average 5年的 average， 你就看到一个数字。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我不会去讲解，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怎么去找出这些 ROE 跟这个 free cash flow， 这些比较学术上的东西，我觉得就不需要讲解了。我只是要分享的就是应用的方面呀，应用怎么去应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in 哪里，这是它的 ROE 跟这个 Free Cash Flow 的这个图表。而我们要看什么东西呢？首先呢，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想法，最好呢 Yearly ROE 呢5年的平均要超过18%，而且是最好是一直往上去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的东西。而 Free Cash Flow 呢，是希望呢5年里面的 average 就全部加起来是大过0的啊，大过0，而 average 也是大过0，这两个，当然也是一样 expecting uptrend， 然后最后3年的时候呢，最好呢是有2年呢是 positive 的，就说是正数，这真的是有收到钱的。因为 free cash flow 的东西有时候你是会看到 negative 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positive，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以哪里，你可以看到它在2018年的时候，它的 ROE 大概是23，然后一直往下掉。最后呢，在21年的时候又上到25，但是你可以看最近3年25、20、15.3已经是往下坡 ，average 是18.4呀。所以如果你看的话，它是符合这个超过18%的 average， 但是呢，它其实已经是开始往下坡，就是说这个 expecting stable uptrend 呢，就是已经没有发生了。你可以看到这条线呢，这个红色线呢就是这个 ROE， 然后这个虚线呢就是它 trending line，trending line 是往下去的，就是说它过去5年。它这个趋势呢是往下的，这个就是你哪里？所以对基本上来说，它好像赚钱的能力好像比起以前已经没有这么好啊，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好的讯号。另外一个就是 free cash flow， 你可以看它的 free cash flow 呢，才是一直往上去的呀，往上去，而且这个 trend line 呢也是往上去的，所以它还是很赚钱，它的钱也是赚到钱，但是free cash flow 的还是往上去，但是我们要警惕是说，它如果未来赚钱少的话呢，肯定呢它的 free cash flow 呢也是会跟着小的啊，跟着少，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trend 呢已经开始如果 ROE 是往下的话，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这个 free cash flow 的应该也是会往下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用这个 ROE 跟这个 free cash flow 要观察的地方呀。主要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说 ROE 往上去 ，free cash flow 也是往上去，可惜呢 ROE for 哪里呢已经是开始往下来呀，所以这个就是要应用的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讲这个 ROE 跟 free cash flow， 然后未来呢，我会更加详细的把每一个 page 呢都是跟你们解释一下呀。这个是 yearly 的，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 最后过去5个 quarter 的 ROE 等这个 free cash flow。你可以看到过去5个 quarter 呢，就说在2021年这个9月30号这个 quarter，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真的是每个 quarter 都是往下去的啊 ，analyze 啊 ，free cash flow 呢还 OK， 还是比较 stable， 但是你是可以看到它过去3个 quarter 呢，其实也是一直往下去的，看到吗？124、109的106已经是往下坡 ，free cash flow 已经往下坡。就像我之前讲的，如果看yearly的话，预期呢它是会往下。So ROE 蓝色线这个虚线是往下的 ，free cash flow 还是往上，但是我们基本上其实可以看到它已经要往下去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呢是 quarter 的嘛，就一定要 compare with 这个 yearly 的呀。所以这个主要就是 ROE 整个 free cash flow 的一些看法，如何去解读，如何去应用。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如果你希望讲多点这个基本面东西的话，你给我在留言区里面给我知道。也帮我去 share， 帮我去 like， 帮我去加入我的频道，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我会慢慢的把未来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个去讲解。谢谢大家。